我是苏家的亲生女儿，却在偏远的小山村里生活了整整15年。后来被亲生父母找到，满是泥泞的乡下土路上，打扮时尚的女秘书一脸嫌弃地看着我：“苏小姐，先生和太太还有事情要忙，特意让我来接您回家。以后您和家里的苏娜小姐就是双胞胎亲姐妹，明白吗？”我笑了笑，所以他们是舍不得把姐姐一个人留在家里，才不来接我，对吗？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确认了心中的猜测，我执意要把村里的养父母一起带回城市生活。为了避免生出不必要的麻烦，女秘书只能点头同意我的要求。就这样，16年来第一次坐车去大城市的我，带着养父母一块儿回了苏家。宽敞明亮的1楼客厅里，亲妈一脸愧疚地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心疼。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却让人觉得心寒。芝芝，娜娜在家里也生活了15年，你奶奶他们都舍不得让她离开，妈也舍不得。以后你们2个就当作亲生姐妹，好不好？充满期待的眼神对上我的视线，又开始躲避游移。还没等我说话，坐在沙发上的苏老太太就拿拐杖敲了敲地面，看向我的视线，眼睛里闪过不悦，语气凌厉：“是你自己命好，和娜娜又有什么关系？既然回到了苏家，就该好好改一下你以前的坏习惯，和娜娜好好学习学习，免得出去给我们苏家丢人。”亲妈一脸不认同的表情看着老太太，声音有些低低恳求：“妈，芝芝她这么多年都生活在乡下，刚回来家需要时间适应，乡下的生活条件那么苦。”站在我身后的养父母却一脸不认同的反驳：“我们已经尽力给苏芝芝提供能力范围最好的条件了，你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嗓门有些大，声音清晰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其他人都不再说话，只有我站在原地忍不住冷笑。这话他们也真敢说出口。贾千金一看到在场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他的亲生父母身上，连忙想办法转移话题，生怕损害自己的利益。可这毕竟是事实，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铁一般的事实，所以他只能找到苏老太太，我血缘关系上的亲奶奶，抱着胳膊撒娇，声音甜腻：“奶奶，妹妹刚回到家里，我带她去看看她的房间，好不好？”老太太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还没等开口，苏娜已经自来熟地拉起我的手，边走边说：“芝芝，你放心，在你回来之前，家里已经按照你喜欢的风格准备好了你的房间，相信你一会儿见到肯定会喜欢的。”说完就亲亲热热地拉着我的胳膊向楼上走去。中途路过养父母身边时，恨不得走得再快一些，生怕被他们惦记。看他的样子，似乎是一点关系都不想和他们有所牵连。不过这也不难理解，聪明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方。苏家和生活困窘的周家相比，显然留在苏家是最明智的选择。只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我没想过苏娜她竟然会这么嫌弃亲生父母的存在，竟然连多看一眼都不愿意。我挑了挑眉，心里觉得有趣。这样看来，以后生活在苏家的生活不会像想象中那么无聊。是的，我从来都没有和平相处的想法，毕竟我人生前15年受的苦都因他而起，欠了我的自然全部都要还回来。如果没有这个自觉，那我就自己动手拿回来。苏家别墅的设计风格偏欧式极简风格，
旋转楼梯显得空间明亮而开阔。上楼的一路上，苏娜都在讲她从小到大生活在这里发生的所有有趣的小事，无一不在显摆苏家对她的偏爱。不过5分钟，我就站在了属于自己的房间门口。正如苏娜所说，苏家为我准备的房间明显是用了新的，房间设计偏理性一些，白色背景饰面营造了干净纯粹的空间氛围，衣柜饰面选用马尔斯绿，整个房间瞬间显得灵动而精致。只不过这一切是在没有经过对比的情况下。看完我的房间，他又一脸自然地把我带去他的房间。整个房间所有东西都偏粉嫩，是女孩子最喜欢的公主风格。苏娜一脸骄傲地为我介绍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在苏家，我虽然是个女孩，但爸妈还有奶奶对我的疼爱却不比任何人少。奶奶当时还说我的房间是整个2楼光线最好的地方。妹妹你看，爸爸每次去国外出差都会为我带一件礼物，这么多年攒下来的手办都快把整面墙塞满了呢。还有这些衣服包包都是妈妈为我准备的。她说女孩子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看着才高兴。说着顺手打开衣帽间里的首饰盒，各种名贵的珠宝首饰陈列其中，绚丽而耀眼。不难看出，她在苏家生活的这15年的确过得很好。可是凭什么呢？眼看着我沉默不语，苏娜又换上了一副小心翼翼的表情，声音有些委屈：妹妹，我给你看这些只是想和你分享我的快乐，你别多想啊。你要是有喜欢的东西，我可以直接送给你。一脸无辜的模样，看着可真让火大。我一脸羡慕地看着她。苏家把姐姐当亲生女儿对待，这些东西一看就是用了新的。声音顿了顿，吞吞吐吐地说道：只不过姐姐，你真的不打算认你的亲生父母吗？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你的爸爸妈妈呀。之所以跟我来这里，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放不下你啊。苏娜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变得阴沉。妹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苏家生活了15年，和他们又不熟，明明让他们继续生活在乡下是最好的选择，你为什么偏偏要把他们带回来？我眼神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相处的时间久了，自然就熟了。毕竟血缘关系是怎么也替代不了的，时间长了，姐姐肯定会改变想法的。毕竟不带他们来城里生活，怎么能让你真正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不带他们来，我这么多年受的苦，岂不是白白浪费，被时光掩埋了吗？人们永远都只愿意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对于从别人口中听说的，永远都不肯相信。所以，我要让所有人亲眼看着，欠了我的，全部都要一点一点还回来。苏娜，这就是你我的命，我们都要认。在苏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眼看着我的皮肤也比之前白嫩细腻了许多，亲妈拉着我和苏娜的手，一脸欣慰地说道：再过不久，学校就要开学了，到时候你们2个在一个学校上学，正好借着家里给芝芝举办欢迎会的机会，妈带你们认认人。在我被苏家找回来之前，苏家就通知了所有人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消息。只不过我从小身体不好，养在老家，马上就要上高中了，才接回来。他们所举办的欢迎会，也不过就是为我找了一个公众场合露面的借口，连着在房间里待了好几天。亲妈生怕我无聊，决定带我出去逛街买衣服。刚走出家门，就听到不远处背对我们的几个女人在讨论家里的事情。听说苏家那个小女儿从小养在乡下，真可怜啊！这话也就你们相信？
真要是双胞胎，怎么舍得分开养？邻里邻居的生活了这么多年，也没听他们家透出个消息来。要我说，肯定是从小就被拐卖到乡下了。这孩子也命苦。他们的嘲笑声借着风清晰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亲妈当场就黑了脸，直接走过去和他们几个辩论。想不到大家对我们家的事情竟然了解得这么清楚。既然好奇，怎么不当面问呢？背后讨论别人是什么意思，皆没逛成，反倒生了一肚子嫌弃。回到家，怒气冲冲的亲妈和家里的保姆管家发脾气。到底是谁把家里发生的事情传出去的？老实交代。这个时候谁敢承认？更别提这些闲话本来就不是他们传的，除了苏娜的亲生父母，不会再有别人。情绪冷静下来以后，亲妈红着眼眶拉起我的手，一脸疼惜。芝芝，你是我的亲生女儿，在苏家，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对于刚才听到的那些闲话，我却表示的没那么在意，声音平静。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我本来就是在村里生活了15年，现在才被亲生父母找到的小土包子，这就是事实。而且我不觉得在村里长大这件事本身有什么可以丢人的。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是我的命，我必须认命。我得帮着家里干活，才能吃上一口热饭。至于家里吃的那些肉，更是没我的份儿。要不是国家规定9年义务教育，养父母根本不可能同意让我去上学读书。刚开始我不懂，以为村里所有的女孩都像我一样不被家里重视，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是我和大家不同。她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裙子鞋子去外面玩耍，我却只能穿着别人送过来的旧衣服，帮家里干活，喂猪喂羊，拔草捡玉米，做饭洗碗，这就是我日常生活的常态。那个时候，苏娜她又在干什么呢？我想她应该是被苏家所有人当成宝贝一样宠着的小公主，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坐着苏家的小汽车，去宽阔明亮的教室里上课。所以我怎么可能不恨她呢？如果不是她，那我这么多年咽下去的委屈不是白白受了吗？我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谁又考虑过我的感受呢？所以没有人有资格替我说原谅。正想着，苏娜已经走到我面前，装出一副真心实意道歉的模样。芝芝，对不起，是我没和他们说清楚，以为这里还像以前生活在村子里一样，可以随便和人聊天。表情虽然自责不已，但眼神却一个劲儿地往亲妈身上转。道歉的真实目的不言而喻，既然你要演戏，那我就陪着你，我倒要看看你能演得几分真。我笑了笑，没关系的，姐姐、叔叔、阿姨毕竟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们的性格我当然了解，只要家里人一直站在我的身边，支持我，理解我，那我受一些委屈也不算什么的。毕竟他们对我来说都是外人，亲人外人，我虽然笨，还是能分得清的。你说我说的对吗？苏娜听到这一句话，脸上的表情顿时有些僵硬。很明显，她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只有亲妈还在一脸欣慰地拉着我的手。芝芝，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原来我还担心你回到家里会不适应，现在看来不愧是我们苏家的女儿，大方从容。我摆出一副害羞的模样，低下了头，却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眼底一片冰凉。和平相处？怎么可能？我和苏娜永远都不可能和平相处。说我自私自利也好，说我心思恶毒也罢，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所有了解这件事的人都在找借口为苏娜辩解，说她和我同岁，当时只不过是医院护士粗心的问题，不关她的事。
可他为什么在知道真相以后，还要心安理得地住在这里，成为我心底拔不掉的那根刺，时刻提醒这么多年来我与他互换的人生。如果没有他，我又怎么会受这么多年的苦？所以，我不应该恨他吗？明知道我才是苏家的亲生女儿，他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认清楚的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到属于他的地方。如果他真的像别人说的那么优秀，那么即使没有苏家的帮助，他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原有的人生轨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仗着苏家对他的感情，装出一副舍不得亲人的模样，只依赖在这里，甚至还摆出一副宽容大度懂事的姐姐模样。好一个姐姐，她算哪门子的姐姐？我被她的亲生父母逼着吃苦受罪的时候，她却在苏家享受原本不属于她的生活。凭什么留在苏家工作，帮忙打理花园，照料花草的养父母，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和别墅区工作的那些工人聊天。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他们这么多年有多不容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种地，供我上学读书，宁肯委屈了自己，也不肯委屈我。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还没有厨房灶台高的时候，就得踩着凳子帮家里人做饭。刚开始不会把菜炒糊了，他们就会拿起扫院子的扫帚一顿毒打，直至背上映出了血迹，发起了高烧，他们才扔掉手里的扫帚，像滴溜小鸡仔一样把我丢在西房，任由我自生自灭。6岁那年，村里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全部都开始去幼儿园上学，只有我不能去。别人只要问起，养父母就会装出意见为难的样子，说我不听话，怎么哄也不肯去学校读书，真是好厚的脸皮。如果不是后来每天去山上割完兔子山羊吃的青草，我躲在教室外面的窗户下听老师讲课，老师觉得我可怜，让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近门口的位置，教我读拼音写字。面前站着苏娜的亲生父母，一口一句，我们说的又没错。芝芝她长这么大，本来就是靠我们2个辛辛苦苦养大。客厅里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乡下人吵架的厉害，所以事发突然，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应对。可能是考虑到苏娜的原因，也可能是考虑到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亲妈只是揉了揉太阳穴，让他们回自己的房间，以后不许再出去乱说话。苏娜的亲妈却不依不饶，指着亲妈破口大骂：你们这一家子狼心狗肺的东西，要不是我们帮你辛苦养女儿，芝芝她能不能健康长大还是个问题。到现在不过是和人聊了聊天，就在说我们的不对，有你们这样办事的吗？说完又向苏娜投去求助的目光。娜娜，你站在那里干嘛呀？还不赶紧帮我和你爸说话呀？别忘了，我们才是你的亲爸亲妈。亲妈一脸无奈地摆摆手，让家里的司机把他们带走。在他们离开客厅以后，余光瞥了一眼苏娜，然后紧紧拉着我的手，一脸心疼。可怜的芝芝啊，原来你这么多年竟然过得这样的生活，你受委屈了。听到这话，我眼眶忍不住红了起来，装出一副隐忍委屈的模样，摇了摇头，依偎在亲妈怀里。还好有您心疼，我不委屈。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心里却想，今天发生的这一切连冰山一角都不到，怎么会委屈呢？自从苏娜的亲生父母被司机带走以后，他们一有时间就在房间里骂骂咧咧，话里话外都是在说苏家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养了我10几年的养父母，
我该去好好看看他们，不对吗？毕竟我和苏娜不一样。第二天早上，刚吃过早饭，我装作散步溜达的样子，路过养父母住的房间，脸上挂着客气疏离的笑容。叔叔阿姨，我来看你们了。眼看着只有我一个人在，他们也懒得演戏，声音毫不客气：你来干什么？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不安好心。所以在他们眼里，不管我是不是回到了苏家，都是他们可以随手欺负的对象，就像10几年前一样。所以呀，你说我为什么要原谅他们呢？有些人生来就是坏的，刻在骨子里的恶，怎么可能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我叹了口气，直接表明来意。我要是你们，现在就该着急了，毕竟再过2天，你们的亲生女儿就要成为别人的孩子了。养父母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她可是苏家的女儿，被苏家当宝贝一样宠着长大的，和你不一样。我冷笑道：你们说的对，她是苏家当宝贝一样宠着长大的女儿，所以再过2天苏家就会对外宣布，她和我是苏家的双胞胎女儿，亲生的。这样一来，自然和你们家没关系了。苏娜的亲妈一脸不信：你胡说八道，娜娜说了，她以后会好好孝顺我们2个的。我嗤笑反问：这话你也信？从你们来到苏家以后，她恨不得离你们远远的，看都不看你们的女儿，以后又怎么会孝顺？苏家的千金大小姐和乡下长大的姑娘，要是你们又会怎么选？到那个时候，事实一旦成立，她只会成为苏家的女儿，至于你们俩，则会被送回去乡下，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眼看着2个人脸上的表情有所动摇，我又继续煽风点火。听说苏娜在学校的成绩很好，如果不出意外，能拿到出国留学的保送名额。还有啊，她可是亲口说过，许氏集团的太子爷一直在追她。许氏啊，整个江城最有钱的公子哥，以后2个人谈恋爱结婚，你们可是他的丈人丈母娘，只可惜没这个机会了。说完，一边摇头，一边转身离开。至于他们此刻脸上的表情，我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不可能放弃这样令人动心的好处，毕竟那可是许氏，整个江城最大最有名的日化集团公司。即便是生活在乡下农村里，也很少有人没听过许氏这2个字。苏娜想要无忧无虑地在苏家生活下去，哪有那么简单呢？苏家为我举办的欢迎会，名义上是为了我举办，实际上这就是一场上流社会的联谊会。以苏家的经济实力，整个江城有钱有地位的人家都不会不给这个面子。苏娜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苏家，对于参加这种社交场所，自然显得游刃有余。很快就和几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女生聊了起来。注意到我一个人待在角落，眼里闪过得意的笑容。有几个女生一脸恶意地看着我，问苏娜：娜娜，这就是你们家从小生活在乡下的那个妹妹？你看她一脸茫然的样子，可真好笑。比起娜娜来，真是差远了。就她和你站在一起，没人会相信你们是亲姐妹。为了迎合苏娜，这几个女生话里话外都在试图通过贬低我，讨取苏娜的欢心。看着苏娜此刻脸上挂着的笑容，我忍不住想，尽情的笑吧，现在笑得越开心，待会哭得越凄惨。苏家老太太由于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这段时间以来，家里举办欢迎会的事情一直都是亲妈在组织。欢迎会正式开始，亲妈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苏娜，当众介绍我的身份，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苏家捧场。这是我家从小生活在老家长大的小女儿，
她和娜娜是双胞胎姐妹，都是我们苏家的亲生女儿。现场一片和谐，毕竟生意场上，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情还是要给的。只是就在这个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尖利的吵闹声，让我们进去。苏娜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凭什么要留在你们苏家？没有这么欺负人的。事情的发展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苏娜的亲生父母挣脱了司机保姆的束缚，向会场里跑来，嘴里不停地喊着：放开我！你们这些黑心的有钱人！我们明明才是苏娜的亲生父母，你凭什么拦着我们？苏娜看着别人好奇探究的目光，忍不住后退，试图藏在亲妈身后躲避这些恶意。亲妈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随后挡在她面前，厉声呵斥：这种场合闹什么？赶紧把他们带下去。随后又和在场的宾客解释，老家来的远房亲戚到城里看病，这2天住在家里，打扰了大家的兴致，实在过意不去。其他人听到这话，都客气摇头，表示理解。至于私下背地里会说什么，没人会在意。正想着，苏娜的亲妈已经挣脱开保姆的束缚，当场就跪在了地上，不停地磕头哀求：苏太太，你也是女人，大家都是有女儿的人，你为什么偏偏要抢走我的女儿？我们已经把您的亲生女儿还给你们苏家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肯把我们的内娜还给我们呢？求求您，把女儿还给我们吧！养母的战斗力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摆足了弱者的态度。这样一来，即便是财大气粗的苏家也不占理。这么关键的时候，我怎么能不站出来添一把火呢？我站在亲妈身边，拉起亲妈的手，看着眼前的养母，一脸好奇地问道：阿姨，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苏娜明明是我的姐姐，什么时候是你的女儿了？这话可是要说清楚的，不能空口白牙地污蔑我们苏家。亲妈拉了拉我的手，试图让我退后，把事情交给她来解决。我趁机装作害怕的模样，把拉近我和亲妈的距离。这样一来，躲在亲妈身后的苏娜就露出了脸。养母一看到苏娜，就激动地想要扑过去，一口一个我的女儿。苏娜浑身颤抖，当场就哭了起来，声音有些哽咽：我不认识你，你走开！亲妈还想站出来说些什么，在场的其他人却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帮着说话。苏太太这个样子，我觉得有可能苏娜的确不是苏家的亲生女儿。剩下的人也忍不住跟着猜测起来。偶然传来低低的笑声，犹如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巴掌，直接扇在了苏家所有人的脸上。苏娜的亲妈眼看有人出声帮忙，连滚带爬地扑到刚才出声帮她说话的那些人面前，苦苦哀求：好心的太太，你们帮帮忙，让苏家把我的亲生女儿还给我。话音刚落，站在原地的苏娜脸色苍白，整个人摇摇欲坠。与苏家向来关系不好的陈家太太意有所指地看着亲妈，张了张嘴：那你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和我们说清楚，如果真是你的亲生女儿，自然应该留在你们身边。事情发展到现在，苏家想要隐瞒的真假千金这件事的真相就被摆到了明面上。双胞胎亲生姐妹的说法，想想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宴会匆匆结束后，亲爸亲妈看着坐在地上撒泼打滚的周家夫妻，满脸怒不可遏。一旁的苏娜还在不停地哭泣，吵得人脑袋疼。苏老太太一脸心疼地拍着她的手：一楼一个，我可怜的奶奶，今天真的受委屈了。就连脾气一向温和的亲妈都忍不住发火，用手指着地上的养父母：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非要把娜娜毁了，你们才甘心吗？就在这个时候，亲爸突然出声，制止了亲妈接下来要说的话。事情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他们已经不适合留在这里了，还是把他们送回老家吧。苏娜的亲妈一听到这话，立马拒绝了这个提议，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想让我们离开。可以，娜娜必须跟着我们一起走。苏娜听到这话，拽紧了苏老太太的衣服，一口一个奶奶喊得十分亲热，眼泪不停地滑落。奶奶，我不想离开您的身边，我舍不得你，在娜娜心里，只有你们才是我的家人。苏老太太一脸心疼，一锤定音，娜娜以后就留在我的身边，只要她不愿意离开，谁都不能把她赶走，不是亲生的就当个养女。最后的最后，苏娜的亲生父母还是没有回老家，而是从苏家搬出去，自己租了房子住了下来。事情告一段落之后，亲爸看着老太太一心要护着苏娜的模样，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今天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娜娜的身份以后也没办法再遮掩，只能暂时先以养女的身份留在苏家了。不管怎么说，娜娜这么多年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只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个重点大学还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和许家的事情大概是不可能了。苏娜听到这句话，再也忍不住心底的失落，当场就哭出了声。只有我在一旁贴心安慰：姐姐，你别难过了，许家虽然条件不错，但以你的身份嫁进去，很难不受气。与其这样，还不如找一个条件普通的人，两个人一起奋斗，也挺好的。只有亲妈点头表示认同。世界上的男孩子这么多，离了许家还有其他人。芝芝说的不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哪怕家庭普通点，只要努力，总能过得不差。苏娜听到这话，哭得更大声了。苏娜一心想要嫁进豪门的美梦，此刻终于破碎了，怎么能不开心呢？送苏娜回房间的我，还没等坐下，就遭到了她的质问：苏芝芝，你是故意的，对不对？我微微一笑，点头，对呀，我是故意的。从今天开始，你的身份不再是苏家的千金大小姐，而是一个有着一对农村父母的普通身份。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你觉得整个江城哪家豪门公子还敢娶你进门？苏娜，你不是一向骄傲自豪吗？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炫耀！哈哈哈！话还没说完，苏娜就一抬手朝我甩了过来。只可惜我早已预判了他的预判，反手阻挡了他的动作，当场还给他一巴掌。苏娜不服气，还想打我，我只能再甩给他一巴掌，转身向外走去，只留下一句：苏娜，你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身后传来他咬牙切齿的声音：苏芝芝，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今天的羞辱全部还给你。我在心里回了一句：刚好，我也不打算放过你。我从来都不是宽容大度的人。学校开课以后，我作为新来的转学生分到和苏娜所在的班级，刚走进教室，无数好奇的目光就落在了我的脸上，来回打量。尤其是在课间活动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低声讨论，她就是苏家真正的千金啊，看起来也不像从小在村里长大的样子啊。还有那个苏娜，真不要脸，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还要赖在这里。这里是她该来上学的地方吗？以前仗着自己家里条件好，一口一个我爸我妈，眼睛都快长头顶上了，闹了半天是假的。嘲讽声接连不断地传入耳中，苏娜的脸色瞬间变得阴狠难堪，却只能隐忍不发。和她关系不错的一个女孩看到她这个样子，低声说了几句，像是在安慰。就在这个时候，
许家的太子爷突然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丢在我桌上一张邀请卡，声音张扬，满是志在必得，仿佛心中已经笃定我会答应。苏芝芝，欢迎你来参加我的生日会。班里一共26个同学，除了苏娜和个别几个家庭条件不好的贫困生，基本都收到了邀请。我低头看了一眼邀请卡上的时间，直接摇头拒绝。不好意思，我下周还有事，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座位离我不远的苏娜红着一双眼睛，眼里写满了恨意。我当然知道她不喜欢我，甚至可以说恨我。在她心里，如果没有我，今天被众人关注的那个女孩就会是她。她还会像以前一样，依旧是众星捧月的苏家千金，在学校里有大批的拥护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谁都可以奚落嘲笑。可她不知道，我对她的恨意一点都不比她少。从那天起，苏娜好像终于认清了自己的身份，一反常态地安静了下来。一回苏家就守在苏老太太身边，除了做作业就是想办法哄她开心。反倒是她现在这样不哭不闹，惹得苏老太太更加心疼。可我不信她会这样一直安分下去。果然，许家举办生日宴会那天，我和他还是被亲爸亲妈强制性的带去参加。送完礼物以后，大人开始一如既往的虚伪聊天，互相夸赞别人家的孩子。直到有人突然提出，听说苏娜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苏老板，你真是好福气啊，养了一个好女儿。紧接着又有人说道，苏娜学习成绩这么好，同样都是苏家女儿，想必芝芝同学成绩也不错。听到这话，我抬头向说话的那个人看去，原来是苏娜的暗恋对象。除了亲妈眼神里有些许担心，其他人都在像看戏一样盯着我脸上的表情。我笑了笑，一点都不谦虚，谈不上成绩很好，但还行。在场的所有人当即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只有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依旧不肯放弃。就算是苏家的亲生女儿又怎么样，还不是半点都比不上娜娜，也不知道和娜娜好好学习学习，每天就知道刷存在感。我没有反驳这句话，只是承认了他说的这些事实。你说的没错，从小到大，我学的东西的确没有你们多，因为你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习各种兴趣班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因为凑不齐学费，连学都没法上。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就是一个小土包子，和你们不能比。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们看不到的偏远山区，还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又怎么能按照你们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各有所长？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而是想办法在逆境中求生存。我一直都相信这句话。不等我说完，已经有人带头鼓起掌来。我说的这些虽然对他们而言很陌生，但对于上一辈白手起家的老企业家来说，却深有感触。因为他们和我一样，祖上3代往上数，很多都是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的，所以对于我说的这些，他们能感同身受。就连许氏集团的董事长都一脸赞叹地看着我，对亲爸说，老苏啊，你养的这个女儿不错，将来大学毕业要是有想法的话，可以来许氏集团实习。许氏集团是本市规模再大的企业，在全国都能排得上名。能够留在这里工作的，不是青年才俊，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精尖人才。能够拥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会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亲爸亲妈听到这话，连连表示感谢，悬着的心也
终于放了下来。有了今天这一出，以后不会再有人嘲笑我是一个土包子了。我摸了摸鼻子，顿时有些心虚。其实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气苏娜罢了，没想到还挺管用。只可惜对方被我气得咬牙切齿，鼻子都快歪了。参加完许家举办的宴会以后，我们一块儿坐车回了家。所有人都夸我懂事听话，今天表现得落落大方，没有给苏家丢脸。只有苏娜脸上的神色很不好看，找了一个借口就出去散心。看着她的模样，我装作好心的模样和亲妈说话。姐姐的脸色很不好看，是不是不舒服？要不我们去劝一劝她吧。我挽着亲妈的胳膊向别墅区走去，远远就听到了苏娜的声音，只是越靠近，声音就越奇怪，似乎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阴狠。苏芝芝，你这个土包子，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抢走我的人生？去死！去死！亲妈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看了看不远处的身影，又看了看我，眼看着她就准备向后退步，离开这里。我只能拖着她的手向前走去，喊了一声姐姐。苏娜转身，一脸狰狞的表情，还没来得及收回，手里拎着一只血淋淋的猫咪。原来物业群里说的那个虐猫的坏人就是苏娜。看到这一幕，双方都愣住了，尤其是亲妈，眼里除了不可置信，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直到躺在地上的猫咪声音凄惨的喵呜一声，苏娜离家出走的理智终于回笼，哭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抱着亲妈的小腿苦苦哀求：妈，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想这样做的。亲妈没有说话，一脸疲惫地揉了揉额头，回到了苏家。看到我进门，直接问道：芝芝，你这么做是故意的，对不对？用的疑问句，但声音肯定，我也不再否认，直接承认，对，我就是故意这么做的。随后不等他询问原因，直接脱掉了身上的衣服，大腿根、肚子上、背上全是一道又一道疤痕，有烟头，有棍子，各种各样的都有。那是从小到大周家两口子虐待我的证据。亲妈泪流满面，颤抖着手想要抚摸那些伤疤，可她又怕不小心弄疼我，不敢动作。我却笑了笑，和她说：不疼的，我早都已经习惯了。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恨苏娜，更恨纵容这一切发生的所有人。每次看到她一脸幸福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就会不受控制地想到那些阴暗的过去。她代替我的身份，在你们身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我却要代替她生活在那样的地狱里。穿好衣服，我把前15年在苏家发生的所有事，事无巨细全部说了出来，包括养父想要对我用强的事实。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是周家亲生的女儿，所以从小到大，他们才会那么对我，就像吃饭一样随时而来的打骂。那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和亲妈睡在同一张床上。事情暴露以后，苏娜离开了苏家，搬去她的亲生父母身边一起生活。被他们一直尽力掩盖的真相，最终还是被捅破了。只是有些人的恶，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苏娜虽然搬出了苏家，但却没有退学，而她的亲生父母为了给她报仇，直接把事情闹到了学校。在离校时间，所有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养母坐在学校门口的地上，拍着大腿哭嚎：芝芝啊，妈知道你现在有钱了，不愿意认我们，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和强子生米煮成熟饭了呀。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不是让我们回村子里被人指着鼻子骂吗？
他嘴里说的那个强子是村里出了名的傻子，长得嘴歪眼睛斜，20多岁的人还不停地流口水。此时那个傻子就站在他的身后，嘴里不停地喊着媳妇媳妇。眼看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养母立刻拉着那个傻子站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强子啊，不是我们说话不算话，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实在是这孩子心思大了，看不上你了呀。你给他花的那些钱，我们以后会想办法还给你的。我刚走出校门，原本喧闹的叫嚷声瞬间消失不见。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的反应，所以我直接拿出手机拨打了110电话，举报有人拐卖人口。话还没说完，养母他们就开始哭嚎起来，试图抹黑我的名声。可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在法律面前，一切牛鬼蛇神都是枉然。20分钟以后，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带到了警局做笔录。傻子的家人一看这个场景，还没等审讯，就把事情全部说了出来。原来是苏娜出的主意，周家2口子花钱让他们来演这一出戏，目的就只有一个，抹黑我的名声。这样一对比，苏娜在学校的生活就会比现在好过很多。如果幸运的话，再考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以后还可以接他们去大城市过好日子。可他们却忘了，我被苏家带回去的那条就已经迁了户口，就连身份证上的名字都已经改了。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就想把别人家的女儿嫁出去，这和拐卖人口有什么区别？事情弄清楚以后，周家2口子对铁一般的事实不再否认，因为造谣生事以及试图拐卖人口的罪名，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傻子那一家人眼看跑这一趟，不仅没有娶到媳妇，连答应好给他们的那笔钱也没了下落。刚出警察局的大门，就拽着苏娜的衣服，怎么也不肯放手，非要她做出补偿。苏娜当然不肯，试图挣扎，撕扯用力之间，衣服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原本还在傻笑的傻子看到这一幕，不管不顾的就跑过去，把人压在了身下，就像一头猪一样，不停地拱啊拱，十分丢脸。在其他人的帮忙之下，苏娜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只通红的脸颊显示她此刻的心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平静。只可惜，这些还远远不够。不久之后，亲妈以监护人的身份，把搜集到的关于我和苏娜身份被调换的事情真相的证据一并提交到了法院。被告人依旧是周家夫妻。开庭那天，周家2口子一口咬定是医院护士失职挂错手牌的原因，只不过很快就被出现在法庭上的人证惊呆了双眼，分别是老家的邻居黄婶和周家2口子关系不错的混混王三，以及当年被误会的那个小护士。他们都知道苏家请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所以一开始也没打算帮周家2口子隐瞒事实真相。王三、周军这人一直都爱吹牛，尤其是在喝了几杯酒以后，就差把牛能吹上天。所以每次他一顺自己的亲生女儿在江城当千金大小姐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他还经常说有钱人家的女儿不也就那么回事，还不是像个保姆一样伺候他，等长大了还得躺在床上由他摆弄，随意打骂。苏娜的亲爸当场就大喊大叫，极力否认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王三，老子平时对你不薄，你怎么能背后捅人一刀？法官喊了一声，保持安静。黄婶接着开口，当年他们2口子生孩子的时候，
原来是计划在家里生的，只是在临近生孩子的前1个月，突然说肚子不舒服，要去医院看病。这一去一回，就把孩子抱回来了。当时我看到这孩子第一眼的时候，心里还纳闷，这和他们2口子长得也不像啊，不会是把孩子抱错了吧？直到后来，孩子越长越大，他们的样子根本不像对亲生女儿，就像对仇人一样。大冬天的，只给小孩子穿1件薄衣服。村子里就算条件比他们家还差的人，都不会这么虐待孩子。苏娜的亲妈当场反驳：“你懂个屁！小孩子火力旺，少穿点有利于强身健体。”黄婶嗤笑：“那动不动就下死手打孩子呢？每次你们2口子一打孩子，那动静是个人看到都害怕。我就没见过那么打孩子的，拿烟头去烫一个小孩，多大的仇恨呐！谁家孩子是像这样挨打的？打完还不给吃饭，把他一个人丢在潮湿的家里，由他自己一个人熬着。”亲妈听到这里，早就气得双眼通红，胸脯不停地起伏波动，声音都有些嘶哑：“你们这一群没良心的畜生！我把你们的女儿当公主一样养着，到头来你们就这样虐待我的女儿，你们还是人吗？”情绪越来越激动，随时都快要晕过去的样子。他们当然不是人，比这些更过分的都还没说呢，所以我不会放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周娜。其他在法院听审的人议论纷纷，这2口子可真坏，换了人家的孩子不说，还这样虐待别人家的孩子，太恶毒了，真是丧尽天良。就在这个时候，周娜的亲生父母却一直叫喊：“这些都只是猜测，不算证据，不能因为这就判刑定罪。”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都没有说话的小护士突然开口，要求递交一份证据。原来是当年被周家2口子刻意破坏的监控器，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修复。画面虽然模糊，但依然能看出是年轻的周家2口子趁护士不在，偷偷进入婴儿室，调换了手牌，之后不久就吵着闹着要出院回家。当时他们还以为是因为家里没钱，舍不得住医院花钱，现在看来，这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我笑了笑，事情终于快要发展到尾声了。在被秘书带回苏家的前不久，我发现周家2口子对我的态度突然改变了很多。他们不会再像以前动不动就动手打骂，偶尔还会给一个笑脸，甚至给我夹几块肉。我当时心里就疑惑，知道事情绝对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一早就开始防范。终于在之后不久，发现每次村里的小卖部叫他们去接电话，他们就会跑去县城一趟，在回家的时候就会买一大堆东西。私自拐卖妇女儿童是重罪，周家2口子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从法院门口走出来的时候，周娜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一般的存在，几乎所有人都在骂她。周娜一看到亲妈的身影，就忍不住跑过来哭泣卖惨，拉着亲妈的裤脚，不停哀求：“妈，不管怎么说，我也喊了您15年的妈妈，我也很无辜啊，这件事不是我的错，您为什么对我就这么狠心呢？”亲妈眼神冰冷地看着她：“好一句你无辜，你敢说你不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身份有问题？”周娜脸上的表情有些惊慌失措，不停否认。亲妈却不信：“你说这话自己信吗？之前你每个月都会问家里要一笔零花钱，然后把钱打去你亲生父母的账户里。这件事你真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不然他们为什么每次接电话进城，回去就有钱买一大堆东西，
为他们提供帮助的那个人，难道真的不是你吗？以前，亲妈不愿意相信自己亲手养大的女孩心思会有这么恶毒，所以哪怕事实摆到眼前，总是忍不住为她找合理的借口。可现在得知真相以后，亲妈看向周娜的目光，除了厌恶，只剩下失望。亲妈一步步向周娜逼近，我真心把你当女儿对待，哪怕知道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都在想办法把你留在苏家，让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你呢？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苏家这些疼爱你的人吗？明明知道芝芝的下落，明明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正在虐待她，但你依旧选择隐瞒不说，还火上浇油。你这样的人真的就不怕报应吗？就在周娜还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笑着对她说了一句：周娜，这就是你的命，你应该认命。之后不久，周娜退学了，为了生活，和学校外面的混混搅合到一起，试图借着混混的手把我毁了。可他没有想到，从法院出来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提前做了准备。但是亲爸亲妈暗地里找来的保镖，就能够全部把那些人打趴下，更别提还有其他热心市民的帮助。很快，我和周娜又一次站在了法庭上。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被告人不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由于证据确凿，再加上那些小混混的证词，案子很快就有了定论。只不过由于他现在的年纪还不到法定年龄，所以只是被关进少管所行政拘留。我知道，以他的性格，等他从少管所出来的那条，还会把仇恨的目光放在我身上。可我不怕，因为在这之前，我会将我的人生和他彻底拉开。从一开始，我和他就不应该有任何交集。高二那年，我选择了出国留学。多年以后毕业回国的时候，顺利从亲爸手里接管公司。至于从少管所放出来的周娜，听以前的同学说，很早以前就为了挣钱下海去南方当了嫩模。刚开始运气还不错，傍上一个大款，穿着打扮背着名牌，进进出出。只可惜运气不太好，被大老板的太太当众带人抓了个正着，脸都破相了。为了去整容，欠了不少高利贷，脸却越整越歪。现在要是不说名字，根本都认不出来。很久之后，在一次商业聚会上，作为在场唯一被邀请的女企业家，我上台发表演讲，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目光阴沉盯着我的女人。我知道她就是周娜，可能又整容了。总之这一次看样子不像之前那么奇形怪状，谈不上国色天香，但总之还算漂亮。只不过眼神把那所剩不多的美感破坏得一干二净。我猜她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报仇。所以在发表完致辞准备下台的第一刻，我就安排秘书报警，通知负责安保工作的组长，随后从后台离开。正准备上车，身后已经传来周娜阴狠毒辣的声音：苏芝芝，好久不见，你不打算和我叙旧吗？我没有回头，继续向前走去，留下一句：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好值得叙旧的地方。可他不依不饶，拿出一柄水果刀刺了过来，嘴里还喊着：去死吧！我侧身一躲，反脚回踢，把那柄水果刀踢落在地上，控制了他的手腕。只长年纪不长脑子的蠢货，真以为这么多年我就什么准备也没做吗？自从上一次遇到危险以后，我就在课余时间学习了跆拳道和散打，就连泰拳也有涉猎，所以对付他这样的人，对我来说也不算太困难的事。正想着，
警察已经赶了过来，因为有监控视频作证。周娜和她的亲生父母一样，因为故意伤人罪被判了2年的刑。她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跌跌撞撞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喃喃自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报应。周娜，接下来好好享受属于你自己的报应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